长着最甜的脸，打着最狠的架。北辰绝对是熊猫界掌管反差感的神。只见他趴在小桌板上，伸手够竹笋，像个小学生似的坐得板板正正，脸上的笑容更是比糖果还甜。而当文静嘉欣坐在饭桌上炫饭时，坐在下面的北辰左瞧瞧右瞧瞧，仿佛在说这个好看那个也好看。此时此刻感觉整个屏幕都是甜的，并且这小子是懂如何拿捏猫粉泥的，粉色腮红衬得他更加软萌可爱了。但别看北辰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，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。有时刚出门营业，还没来得及吃饭，北辰就迫不及待的要跟知宇 battle。知宇深知打不过，直接原地躺下投降。随后北辰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肯定，很难不怀疑嘉欣之所以迟迟不过来，就是因为看到前面有战争贩子。果然，直到北辰结束战斗跑去吃早饭，嘉欣才迈着优雅的步伐一扭一扭的过来了。只能说笑脸绝对是小甜包北辰的伪装，熊猫界掌管反差感的神非他莫属。然而除了北辰，还有很多反差感猫猫。熊猫雅致虽长了一张不好惹的大老脸，但其实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战五渣，同班年龄最小的荣硕都能把他摁着走。而和他相同遭遇的还有毛裤哥元小，长着一张手握多条熊命的黑帮大老脸，实际上却是个乖巧懂事的小甜瓜，望向游客的眼神像孩童一样单纯懵懂。恐怕唯一的黑历史就是被专家脱了毛裤。都知道萌妹飞云被誉为熊猫界的刘亦菲，一出屏幕的甜美不知治愈多少猫粉的心，但飞云的战斗力也绝对不容小觑，不仅把金虎揍得灰头土脸，还能一拳轰开大铁门，最后喜提危险级别 MAX 的6把门锁。而生活在土豪长隆的公子哥酷酷，虽然他天生健身圣体，手臂格外粗壮，看上去一拳能把人脑壳砸烂，但其实他是个特别胆小的乖宝宝。当初有只鸟误入内场撞玻璃撞晕了，奶爸为了方便救鸟，便把酷酷叫去外场，结果这小子被关门生下的花枝乱颤，逃跑之前还不忘带上自己最爱的竹笋。虽然七仔的小眼睛总是滴溜溜转，看上去有800个心眼，但其实他小时候长得特别软萌可爱，笑起来憨憨的像个纯真男孩，并且七仔还特别喜欢交朋友。当初把阿宝的耳朵咬伤后，元芳就把两熊的交流窗封上了。寂寞的七仔急得小爪子刨地，恨不能挖出条地道去跟阿宝道歉。不得不说，滚滚们真是古灵精怪的，难怪能获得众多猫粉的喜爱。大熊猫能为了越狱有多拼？这天巡逻的保安发现了一只越狱的熊猫宝宝，出于对熊孩子的安全考虑，便跟在后面护送他回家。可熊猫宝宝前脚刚踏入房门，犹豫几秒后又决定再在外面玩会，没曾想刚转身，舍友就认出了他。他是你宿舍的吗？哎，你朋友叫你了，是这屋吧？啊！心虚的熊猫宝宝表示不熟不熟，随后趁保安还在半信半疑，赶紧开溜。哎，别跑！哎，好，肯定就是这屋的，还装不认识。只能说滚滚们为了越狱，可真是用上了800个心眼。而帮家族的小美女杨帮为了越狱，偷偷提前练习了飞檐走壁，之后通过内场的假山爬到房顶上。只可惜四周围满了铁丝网，杨帮的越狱大计无奈以失败告终。萌兰的妹妹纪笑同样有颗躁动的心，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强大的内心，只见纪笑两手牢牢抓住墙面，小腿一蹬，蹭蹭蹭就爬到了上面的落脚平台。恐怕设计师做梦都没想到，这块多出来的地方会成为熊猫宝座。而奶爸们看到纪笑悠闲地坐在上面后，面面相觑，头顶浮现出大大的问号，随后赶紧搬来梯子将纪憨憨给揪了下来。就是说这一家子越狱怕不是祖传的吧？而七仔的大老婆猪猪听说阿宝的耳朵被咬成扳手后，立马爬上树翻墙越狱去看热闹，吓得奶爸撕心裂肺地喊孩子回家。好在猪猪比较听奶爸的话，在对方的声嘶力竭中放弃越狱计划。要是萌兰的院子里有这么一棵树，估计这小子早就在环游世界的路上了。而安安为了和隔壁小熊奔现，凭借修长的身体踩着山坡爬上墙头，没曾想忽略了自己200多斤的体重，本就脆弱的墙头被踩得只剩指甲。眼见情况不妙，安安赶紧撤腿，双手扒着墙头就准备往下跳。虽然已经是只身经百战的熊了，但如此高的高度还是令熊害怕。安安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，才终于眼一闭心一横跳了下去。好在最终稳稳当当落在了地上。据说元芳连夜加高了这面墙，而颜慧还是个宝宝熊的时候，就会在奶妈眼皮子底下越狱逃跑，为了不饿肚子还带着盆盆一起，软萌可爱的模样令奶妈心都化了。恐怕熊猫界最不可能越狱的小熊只有花花和高老爷了，毕竟一个有心无力，一个有力无心。踩点回家看电视，自己和面蒸馒头。野生大熊猫杨和究竟有多通人性？当初在陕西某村庄的一处农田里，村民们发现了鬼鬼祟祟挖宝藏的杨和。由于这小子脖子上戴着无线电警圈，村民便连夜把他送到潘教授的熊猫救助站。可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，好端端的熊猫怎么会主动跑到农田里呢？经过检查才发现杨和的牙缝里塞满了竹签，牙龈发炎的疼痛更是令他难受至极。于是研究人员帮杨和清理干净后，又给他喂了些抗生素和好咀嚼的馒头。谁料这小子自从尝过馒头的味道后，久久不能释怀，甚至连竹子都不吃了。我只要在那个墙角上一出现，他一看见我，本来正在那吃咔咔吃竹子呢，一看见我把那竹子一扔，啊，
也长嘴要吃的东西。在研究人员的悉心照顾下，短短1周，杨和就恢复了健康。工作人员便把他抬到山林里放生，谁料这小子却赖在笼子里不肯走，表示他才不要回到那不长馒头的竹林里。无奈工作人员又是吆喝又是敲打脸盆，才终于把这小祖宗轰了出去。原以为杨和终于能在山林里自由驰骋，谁料这小子只是出去散步玩够就回来了，甚至还自来熟的和工人们排排坐一起看电视。他就有点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的，就是有点人来疯哈。趴到那个放相机那儿开那个放相机，所以把那个磁带啊弄成快进先，然后又停，然后又把磁带导出来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全体工人就哈哈大笑，越笑他越高兴哈，越来劲。不仅如此，最令研究人员震惊的是，这小子竟然聪明到会自己做馒头吃。次日清晨，工作人员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紧接着厨房师傅开始大倒苦水。原来杨和饿了就跑到厨房里找馒头吃，搜寻无果后就想自己和面蒸馒头。于是这小子把面粉全都倒在了地上，自己悠哉悠哉地坐在正中间，并舔舐着手臂上用口水和成的面糊。他坐在人家的厨房里面，一大堆面粉，坐在那个面粉的正中间，正在往他那个手上糊那个发面，然后这样舔。眼看这小子有赖着不肯走的迹象，工作人员直接给杨和打了一剂麻醉针，驱车几十公里，并背着他翻越好几个山头，最终选了处有茂密竹林的落脚点将其放生。在大山里醒来的杨和直接怀疑熊生，他都表现得如此出色了，竟然还能考编失败。熊家只想吃个馒头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蒙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智商超群。端午节假期，北洞熊猫馆游客特别多，有些小孩子更是不顾保安劝阻，大声吵闹。烦不胜烦的蒙大举起请小点声的牌子，并翻了个白眼，小屁孩就知道瞎吵吵。而等到第二天蒙二来那场营业后，二小子发现有不少游客使用闪光灯拍照，聪明的蒙二同样举起牌子警示众人，就是说要不是现在禁止动物表演，严重怀疑蒙家熊上过类似的培训班。而蒙兰作为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小熊，拿起奶爸画的牌子就仔细端详，看像不像自己。不得不说，蒙家熊就是熊猫界智商天花板吧。都知道蒙兰从小就是个战五渣，当他被背后偷袭的小熊友咬了屁股后，小熊精立马委屈巴巴地跟游客告状，生怕姨姨们不信，他还扭头疯狂示意，就是他咬的闷可疼了。如此可爱的小熊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？当奶爸把蒙兰的鸡腿笋套到绳结上后，他咬细的那头却发现怎么都拽不动，闷思索片刻后立马调转方向，香喷喷的鸡腿笋就这样顺利到手。就是说蒙兰这智商不上北大可惜了。此外蒙大智商高光名场面也数不胜数。当徐老爷给蒙大大递来特制版粽子后，这小子竟然知道要拆线剥皮，甚至动作麻利到让两脚兽都自愧不如。并且蒙大还是只非常爱干净的小熊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洗澡，认真到不放过任何能脏污纳垢的地方，洗白了还会用毛巾把浑身擦一遍。只能是没人会拒绝能自己洗澡的猫猫。而蒙二身为全网最讲究的小熊，日常睡的是黄连奶爸铺的行军床，起床后会自己动手把凉席叠起来，天气好了还会拿出来洗晾晒，一整个就是会过日子的模范男熊。并且聪明的蒙二还会完美复刻人类动作，专家歪头看他眼睛，二小子也跟着歪头。奶妈用力掰红枣时会下意识的点点头，蒙二觉得好玩，于是也学着对方点头。如此聪明，难怪学了奶爸龇牙咧嘴掰竹子。而蒙氏家族最小成员蒙宝、蒙玉姐妹花，在还不会走路的年纪就知道睡觉要盖肚子。妹妹蒙玉更是趁奶妈不注意溜进办公室，企图破坏设备，要求对方交出盆盆奶。只可惜被奶妈边抬边气扛出去了。第二天，蒙玉又偷偷来开办公室的门，不过这次有奶妈在里面反锁了，不然蒙玉能把整个办公室都给拆了。看到这，只能说蒙家果真不养闲熊。